每年都不用再给 WHO 交那么多会费了吗？肯定是习近平呀暗中控制他们为共产党服务，小粉红才是这个世界上的优等种族。取消美国给香港所有的特殊优惠待遇，美国的错误就错在不让台湾发展核武器。所以我认为台湾的把你妈炸死了行不行呢？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谈经论金。最近真的是一帆不风顺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今天节目要讨论的几个点昨天川普宣布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嘛，然后呢就是美国的一个警察把一个黑人兄弟暴力执法给压死了，导致了美国现在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和抗议现在激情的人民居然都把白宫给包围了，然后就是川普不是要召开G7会议嘛，德国总理默克尔居然公开不给面子，拒绝出席参加G7会议。然后呢昨天川普还直播宣布了对中共的一些政策的调整。那么面具人呢，我今天也会带来我独家的个人解读。那在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阐述一个观点，就是我问你们你们看到的听到的是真实的吗？如果大家还觉得这个世界现在的这个情况还不是那么紧张，还是你想象中的很轻松的话，美国现在无敌了，中共傻子白痴弱智，你们还是这样乐观的掉以轻心的话，那我只能送你们一句话：生于梦里，死于梦里，你永远活在别人给你编织的谎言当中。那么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中国、美国和世界格局。咱们先冷静一下包括台湾朋友、香港朋友，今天我都会讲到有关你们的内容和为啥现在的世界格局会发展成这个样子面具人，我也相信今天你们看完了这些背后政治精英们考量的真相，也许你的世界观会崩溃准备好了吧？那我们开始。首先呢，面具人，我是搞文宣的嘛，你们也知道我是搞文宣的，我是了解共产党的笔杆子的套路的。那我们来讲一讲昨天川普宣布对中国的几个措施第一，美国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联系；第二，取消美国给香港的所有特殊优惠待遇；第三，批评中国让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的这个事件；第四呢，就是要调查和遣返中国的间谍留学生。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些举措了以后都会非常的高兴，觉得美国终于要打击中共了？但是你听面具人，我站在一个搞政治的体制内的这么一个人，和接触了很多西方政客的这些高层的角度上来给你分析一下他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首先来说，终止与 WHO 的合作，美国每年给 WHO 的捐款是非常多的，那现在终止与 WHO 的合作，那也好了，省钱了，对吧？每年都不用再给 WHO 交那么多会费了嘛，因为 WHO 现在已经变成了 CHO 了，对不对？没必要再继续玩下去了。不过面具人，我认为你现在切断了 WHO， 又切断了香港，美国会不会面子上很挂不住为什么？你想一下这些组织包括香港你光美国撤出不管用那欧盟、英法日这些国家也还在里面呀。那他们要是不跟进的话，你是不是很没面子？那要是拿共产党的文宣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利海国又赢了，把美国打趴了，把美国赶出 WHO 了，把美国赶出香港了。实际上呢，美国的撤出咱们反过来理解一下就是究竟是美国退出了，还是说中共渗透成功了，中共把美国给逼走了呢？我这样理解可以吧？而 WHO 也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了，现在这个事情闹得全球鸡飞狗跳的，这个时候美国退出不退出已经不重要了，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你现在美国退出已经晚了，时间是不会倒流的，损失已经造成了，对不对？那么第二呢，就是取消美国给香港所有的特殊优惠待遇。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结合第一点来看，又是美国退出了。香港作为一个比较繁华的贸易港，东亚的金融证券中心，里面的公司可不只有美国一家呀，那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都在香港有利益
中共他现在打的是什么牌？他现在就是通过制造一次又一次的事件来转移视线，转移内部矛盾，转移世界的视线。大家都要制裁中共了，是不？那好，我抛出来国安法，抛出来香港的问题。面具人我之前讲了好几次了，是共产党希望香港人上街的，他就是抛出来国安法，再配合大外宣煽动香港人上街，然后呢，你看又制造出来一个大新闻，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这样呢，共产党又可以悄悄的闷声做坏事了。我之前讲过，香港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地，美国在香港的公司有好几千家，提供了20多万人的就业。共产党他现在就是要和你美国拼下线，知道吗？超限战嘛，要看看谁先扛不住。中国人没钱了，吃草都能活3年。中国他就算再饿死个几千万，习近平连眼睛都不再眨一下的，知道吗？中国老百姓就算饿死他也不反抗的，他就算自杀他也不反抗。但是你美国不行啊，你美国人经济受损了，老百姓就容易暴动，对吧？你看美国现在就在暴动。李克强不是说了吗？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很多人听到了以后又高潮了，觉得李克强造反了。还有人觉得李克强是替人民说话的好总理呀，终于说了一句真话呀。然后就是国内的微博又批斗李克强，说李克强贬低了中国人的收入了。面具人，我告诉你啊，李克强可不傻呀，能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混到国级领导了啊，总理了。我面具人拿文宣的经验告诉你们，李克强说的这个话就和王岐山说中国人吃草也能活3年是一个道理，一样的。中国呀有6亿人呀，差不多一半了，一个月只拿1000块钱，都穷成什么样子了？不照样活出了厉害了我的国的感觉，不照样的狂热的爱国了？你让人均2万的美国人试一试，让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月收入缩水20倍来看一看，美国人受得了吗？况且李克强说的这个话又满足了国内的2种主流人士的口味，一种呢是底层，觉得李克强可是说真话了，说实话了，替老百姓发声了，是好总理呀，党内有斗争啊，党内有分裂势力啊，让大家都吃瓜群众又有一个新的期盼期待，对不对？让反对派有期待。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给爱国战狼听的，让爱国战狼开始批斗李克强，骂总理，骂国家领导人，不是不能骂的吗？中国国家的领导人还是可以给你们骂的吗？然后骂了以后还能找到厉害了我的国战狼的满足感。我们中国人人均 GDP 世界第2，人均 GDP 全世界第2，赚大钱，是不是？面具人，我告诉你，共产党对人民愚弄的这个把戏呢，绝对是天下第一的，知道吧？他一剑拔掉。现在党内啊，几乎已经不存在什么反对派了，地方的财政权和管理权也已经被健康码和数字货币剥夺了，你明白了吧？那你美国切断了香港的经济利益，如果说别的国家不跟进，是不是反过来看又相当于共产党把你美国从香港的市场排挤走了？共产党还是继续可以和别的国家勾兑，是不是？那他比方说以后通过英国啊转口，通过德国转口，是不是你美国的撤出又成了自残行为了，对不对？那么再来说第3点啊，美国批评中国的疫情传播这个问题呢，面具人我不想多说，不能因为你美国啊，你川普是美国总统，你批评了几句中国，你就厉害了，你就了不起了。你打开油管看看，几百个频道主都在批评中国共产党呢。那结果有啥用呢？你批评他2句，你就能把中共批评死了，你就能对付中共了。对付中共光是打嘴炮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而且你打嘴炮你是打不过这种流氓耍嘴皮子的人的啊。那再来说第4点啊，调查和遣返中国的间谍留学生。为什么面具人我一直不看好川普呢？川普呢，他首先和罗斯福这种混过黑帮的总统不一样，也跟里根这种风花雪月厂子里面混出来的总统不一样。川普他缺少这种社会人的狡猾和不择手段。你面对间谍战，你认为仅仅驱逐几个中国留学生就管用了吗？面具人，我想问你，川普啊，在美国的间谍就只有留学生有吗？那华人的餐厅、超市、商会、社团里面有没有间谍？再说了，替中共服务的间谍就一定要是黄种人吗？就一定要是华人吗？白人就不会有中共的间谍吗？非洲兄弟就不会有中共的间谍吗？共产党收买间谍可不会仅拘泥于人种和肤色呀。
啊。那你川普怎么打间谍战呢？你怎么打间谍呢？你光是驱赶几个中国留学生，我告诉你没有用。现在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还真的不亚于当年对蒋中正中华民国的渗透。还是我老说的那句话，蒋中正正下楼想去哪个餐厅吃个饭呢，他的儿子还没先知道，共产党都把老蒋的动向了如指掌了。美国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好，那来讲今天的重点环节了。美国现在因为一个警察把一个黑人兄弟给暴力执法压地上给压死了，对吧？那这一下呢，就点燃了群众的怒火。这愤怒的群众呀，就开始要求去审判这个暴力执法的警察，对吧？那这个诉求反映出来了美国现在社会体系的一些缺点：州自治的体系混乱，效率差。面具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州长庇护还是什么的，一个警察啊，有很明显的蓄意杀人的倾向，为什么非要等到游行闹得这么大了，社会矛盾激化了以后，游行了好几天，打砸抢了以后，实在是不可收拾了以后，才宣布把这个警察给逮捕了？为什么在当时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不尽快的去逮捕这个警察呢？如果说这个事件处理的及时，平息了民怨，宣布要重判这个黑警，可能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群众怒火了。而政府的反应迟钝，让大家觉得政府有包庇黑警杀人行为的倾向，那这就会引起群众的众怒了，这就会让大家丧失对政府的信心。群众们会认为一个被弄死的老百姓居然不如警察的公权力。那在本身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家憋坏了的情况下，那老百姓就更容易犯神经病了，人心惶惶的，对不对？而现在警察又暴力执法，你说老百姓怕不怕？而川普他是怎么说的？他仅仅说了我们会调查这个事情仅此而已，没再说别的了，连几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而川普在这个事情上的处理，一如既往地显示出来了川普的优柔寡断、说话模棱两可的弱势这种话呢，谁看着都生气。可能底层老百姓还指望川普出来说几句硬气的话呢，比如说这个黑警绝对要严惩，不排除重判的可能性。川普他当时就应该当机立断的直接收拾这个黑警。那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这已经不仅仅是针对警察这个杀人案件了，现在已经演变成了美国的官民矛盾了，已经是百姓对政府公权力的不信任的一场比较严重的阶级斗争了。而阶级斗争就是共产党最喜欢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共产党每次在自己搞出事情遇到危机的时候总是会有别的矛盾来替共产党吸引火力。香港的这次游行帮了共产党煽动民粹，对吧？让中国韭菜看到了所谓的民主化的中国人一个比一个脑残。美国的这次骚乱又让中国人看到，美国也不过如此嘛，乱糟糟的，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好。而共产党在用什么爱国情怀、种族主义去煽动现在的中国人，从原来的崇拜香港电影、香港明星，崇拜美国人文化，已经变成了共产党治下的，现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人觉得自己战狼、小粉红才是这个世界上的优等种族。很多的粉红小战狼是瞧不起美国人的，瞧不起香港人的，他们真心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牛逼。我说我就在想，我该不该给你们上课，值不值得给你们上课，有什么用呢？我教了你们，浙大的学生不想出国吗？我说过2天你们跑美国去了。我的同学在美国60来个，都跟我讲，老郑，那要不是中国人，我们都盼望打仗。他们美国这帮发财的人都是打仗打出来的。我跟你讲，你指望美国人不跟你打仗，所以我们现在，我今天不谈台湾问题我们这是单方面的天真。就以为外贸搞好了，经济搞好了就能认同。那我们跟美国外贸早就是世界第一了，美国国会也没开会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呢。合并靠什么？靠文化认同，给你们讲清楚。所以我认为台湾的回归祖国没有这么简单，我甚至认为美国人不让你流血，你想回来。所以我跟我的同学讲，对不起，我不教了，我教了你，你跑到美国的公司，那说不准哪天跟中国干起来了，那导弹上就有你生产的高分子的橡胶圈，飞到杭州，嘚儿一下就把郑强给炸死了。我为啥要教你
把你妈炸死了行不行呢？讲点简单的，不要讲复杂的，好不好？所以谁说科学没祖国？我现在明确跟你们讲，特别是科学，当它为谁服务的时候，它是有很深的民族的烙印的。记住啊，在座的孩子们，在九江学院读了书，首先就是站在九江的土地上读了书，真正要报答的就是九江的人民、江西的人民和中国人民。咱们都说了，今天是，所有的人都要忍2天，美国都欺负到咱们身边了，是吧？大家还都在吃，看看都在给美国人造炮弹。你说你们在这儿吃，你们以为打不到你们是吗？现在不是过去，是枪打你们了啊！炮弹打过来就是你们的捐的啊！姐姐，我不吃，咱们不买啊！咱们就做一回中国人啊！咱不买啊！咱们都做一下中国人啊！我希望都不要买。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要笑，都是中国人是吧？你用的手机也是。我现在想说的是啥呢？我用的是苹果手机，原来美国人没砸到这儿，现在咱们以前消费了，现在咱们希望今天至少咱们支持，咱们不可能上前线去打仗，但是支持一下，是吧？咱们支持一下咱们自己，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前消费了就算了，但是12号以后咱们再消费，就有点对不起中国人这3个字。对，我也用的是苹果手机，但是我以后不会用，包括我的闺女儿子都不会用，也不会再消费，肯德基肯定不会来，这些垃圾东西里边都有蛆什么的，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干嘛呀？躲开！我不是躲开，我就想告诉你，今天咱们就中国一共有2天，咱们忍一下行不？我也用的是摔了，你立刻摔了。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已经晕了好几次了，我。这样子立刻大家都出现，你摔完了大家都想。你听一下啊，美女，如果我摔了的话，认为就是可以摔的话就对了的话，现在我已经外边我们好多人都在，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说今天咱们都不站起来，那还好吗？大家看一下吧，中国人，但是今天真的不错啊，人挺少的啊。哎，格格，咱今天不吃行吗？就坚持2天。接受，我不吃，我都好为了用他们。好，就用他们厕所。格格，今天你们也不吃吧？今天不吃行吧？就2天，你也上厕所吗，美女？好，谢谢啊。今天不吃。这就是肯德基啊，大家看一下啊，真的人很少。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希望大家都做一回中国人，长点血性。共产党现在啊，就是要别的国家乱，然后呢，拿这个天下大乱，唯我独好的新闻来给自己国内的韭菜洗脑。我之前讲了，香港这边呢，很多的大外宣五毛都在假扮香港人啊，煽动香港人去上街、去搞新闻、去抗争、去闹。实际上呢，香港人在这次游行当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而呢被各种利益集团在瓜分游行的成果。它的商业优惠也取消了，那香港这个地方以后的经济肯定是会受损的。不过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利益主义之间的选择，香港人选择理想主义，面具人我也无话可说，只能表示理解。那再来说美国这个骚乱，面具人我告诉你啊，也是有共产党在背后操纵的。给你们看个图你就知道了，看这个图啊，看到没有？这个人还带着无线通讯设备，这么专业的东西啊，是用来接收什么信号呢？接收共产党给你的间谍情报吗？然后你再看画面里面的这几个人，从五官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他们是黄种人。那至于是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咱们不好判断。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最希望美国大乱的人是谁？肯定是习近平呀，肯定是共产党呀。共产党他就是可以利用一小部分金钱收买几个人，发动抗议，然后呢再买通媒体大外宣去报道煽动，然后呢整个社会的这个情绪就被煽动起来了，自然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骚乱和暴动。
共产党在组织暴乱当中啊，可是行家。民国时期，共产党就组织各种大小爱国游行了。实际上呢，美国现在的优势呢，正在一步步的减少，而且美国的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在激化。面具人，我刚出道的视频里面就讲过，习近平是一直在想办法把川普拖到流沙陷阱里面。等你川普半只身子埋在沙子里面的时候，任凭你再使任何力气挣扎，也是徒劳无功了。贸易谈判的时候就这样嘛，共产党一直进进退退，退退进进，拖来拖去的，然后再配合大外宣一直鼓吹川普，捧杀川普，让川普做出了一系列的无脑举动，让川普与世界为敌，什么美墨加协议，去得罪自己的盟友啊，打中国又打不出来力度。这直接导致了川普在世界上失去了公信力，渐渐地把美国带入了孤立主义，而贸易协议没有谈成，却招来了疫情，不可抗因素嘛，所以贸易协议不用执行了，这川普的脸被打得啪啪的响呀。而美国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都成了世界之最，再加上海军感染、军队感染、经济大规模的熔断，这些狼狈的景象都是被世界人民各国的领导看在眼里的。那现在你看，美国又有内部的老百姓的心态崩溃，大家的都上街游行，大规模的骚乱，又进一步降低了美国的公信力了。无敌神鹰真的是要陨落了吗？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只有不懂政治的被大外宣洗脑的人才会觉得厉害了我的国，而政客政治家他们看待问题的时候一定是严谨和小心的。反观中国，这外交部说话呢是一天比一天强硬呀，咄咄逼人呐。面具人，我就问你们啊，你们之前看到什么法国买了共产党的劣质口罩、防护服，对吧？美国的推特被渗透言论管制，李飞飞都欺负到了川普的头上，把川普的账号都取消点赞和转发了。什么英国又被5G 占领了，德国又被搞了，又开始公开舔共了。那么你们把这些讯息拼凑起来，你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呢？你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在全世界霸凌和强奸别人的共产党呢？包括现在什么大外宣攻势、间谍、战狼外交，你们现在还真的相信共产党是大外宣口中说的共产党傻子、白痴、弱智，共产党傻逼，共产党明天就要倒了，共产党后天就要倒了，天就要把共产党灭了，天灭中共，共产党自己就要把自己玩死了。你们整天因为仇恨了情绪化以后只听到一些讽刺挖苦的话，听这些精神鸦片，回避事实，活在梦里，就是你们的麻痹大意，才导致了共产党今天可以在全世界搞事情，肆意妄为。大家都觉得共产党要完蛋了吗？那我问你，现在共产党完蛋了没有？反而呢，共产党把美国搞得死去活来以一国之力搞得全世界鸡飞狗跳。你们仔细看啊，美国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是处于被动接招的状态，而且是不得不反抗的状态。都这样了，你看川普说的那些惩罚措施，也还没确定究竟是以多大的力度去惩罚共产党。你看川普昨天出来，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太好，愁眉苦脸的。美国之前可能是不想弄死共产党，想要和共产党勾兑，压榨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创造利益嘛。那现在的美国，我告诉你，还是不想弄死共产党。为什么？因为现在弄死共产党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共产党现在就是要和你玩超限战用间谍渗透或者收买对方的媒体，暗中控制他们，为共产党服务，带动整个社会的节奏，操弄社会的情绪。这个美国呀，这个时候也真的是倒霉呀。在这个时候，你说有个虎逼警察暴力执法，一下子把美国的种族矛盾都给弄出来了。而川普他本人呢，也经常是因为自己说的一些种族言论嘛，和他种族收紧的这些政策，在社会的种族阶层中种下的种族仇恨，全部都在现在爆发出来了。川普现在要召开G7会议，德国总理默克尔居然悍然地拒绝参加G7会议。在各国逐渐放松疫情的管制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积极地邀请7国领导人去前往华盛顿参加G7会议嘛。但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婉拒川普的邀请，不会赴美参加这个G7峰会。那你们知道这显示出来了什么不？就是显示出川普他自己的美国优先的这么一个政策完完全全的失败了。首先，美国优先的各种政策并没有让美国吃到甜头赚到钱，并且呢是以破坏别国的利益，以牺牲别国的利益来去刺激美国的经济，
这显然是别的国家不想看到的。那这种事情呢，美国处理的不够巧妙啊。你如果说是因为别的国家占领美国的这个便宜了，对吧？那你可以用一种比较巧妙的方式去处理。但是呢，川普这种硬刚啊，所有的以这种杀鸡取卵式的经济贡献，就是这种说什么美墨加协议啊，建立防火墙啊，墨西哥边境墙这个东西，就是这种自我孤立，对别人强硬强行换来的经济增长，就那么一点点经济增长，也被中共用这个病毒超限战打回解放前了。而同时呢，川普现在牺牲的是他的利益，牺牲的是他的盟友对他的不信任，明白没有？再者，默克尔直接表示不去美国参加这个川普在华盛顿召开的 G7 会议，也确实是显示了美国对于世界的控制力正在削弱。美国现在已经难以服众了，把德国居然叫不来了啊！你想一下，此消彼长呢？你再看亚洲这边，越南的总理居然支持中国共产党，缅甸也支持中国共产党，那这个就显示出来了，川普过度注重眼前利益的短板，没有去帮扶这些周边小国啊，认为美国优先，要让美国先伟大。那你这种态度让别的国家也是看在眼里的呀。合着你美国优先了，你美国牛逼了，那我们这些国家就成傻逼了。那你想一下，每个国家都想要强大呀，川普只是把自己暴露的太直接了，他不懂得巧妙的方式去处理。美国如果愿意帮扶东南亚以及东亚的市场的话，让他们慢慢的繁荣起来，把中国的权力市场打散了，去让这些小国家去瓜分掉，让力量分散到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甚至川普可以去帮助朝鲜，就算朝鲜不契合，去让朝鲜发展市场。拥有核武器的高速发展的朝鲜，你看是对美国的威胁大，还是对中国的威胁大？朝鲜的核弹打东北还是比较轻松的事情嘛，对不对？而川普的战略还是失误了，你川普选择极限打压朝鲜，那整个亚洲对中共核武器最大的威胁，除了俄罗斯，还真就是朝鲜了。你川普不应该打压朝鲜的呀！面具人，我告诉你们，金正恩恨共产党可不比恨美国少啊！中国是绝对不希望朝鲜强大的。大外宣的话，你们要反着听啊！中共是不希望朝鲜强大的。美国制裁朝鲜的时候，中共可是一边补刀，一边在装好人，小恩小惠的拉拢朝鲜的。现在在亚洲地区包抄中共，这样才是对付中共最好的方式，最好的让他慢性自杀的方式，并且可以让美国在亚洲的市场的影响力提高。可是现在看来呢，中共这个老流氓在亚洲的地位还是绝对的霸主级别的。美国是从奥巴马时代才想起来了，要重返亚洲了，可惜呀，晚了。再加上川普为了利益霸凌墨西哥、欧盟、澳大利亚，出卖库尔德。加拿大因为帮你川普抓人了，加拿大的人都被抓了，但是你川普连个屁都不放一个。这所有的举措一直是让全世界的领导人都看在眼里的。试问有哪个领导人还会轻易相信一个出卖队友的领导人啊？试问哪一个人还敢相信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坑别人的利益，不让别人占便宜的小气鬼呢？而习近平呢，这边又一直在装好人，大撒币，见人就给钱，见人就给钱。他的这种作风和川普的这种小气鬼的作风，美国再次伟大的形象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美国一路走到今天呢，这个困局呢，其实就体现了美国体制它是有一定的短板的。美国的民主还是精英民主，精英和民主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矛盾的。你要搞精英主义，那你不如去搞独裁，效率更高。美国的错误就错在不让台湾发展核武器，把中共一手培养大，很长一段时间内放弃亚洲市场。那最近最蠢的举动就是打压朝鲜。你们想一下台湾也发展核武器，中国大陆也发展核武器，但是大陆地大物博，人口多，最终大陆造成的威胁要比台湾大得多得多，而且台湾也不能自保。你不想让台湾发展核武器，就是为了给台湾卖点军火嘛，对不对？那实际上你来想一下台湾要是有了核武器，台湾就可以威胁到中共这种小国家他虽然说他不敢拿核武器主动打别人，但是你要是对他有威胁的话，他跟别人同归于尽的本事还是有的嘛，对不对？
再来说朝鲜，你想一下，朝鲜的金正恩是接受过民主教育的人，他是近几十年朝鲜开放最好的一个最适合开放的一个领导人。只不过现在的中共大外宣一直在宣扬对朝鲜的歧视和仇恨，瞧不起朝鲜。如果说朝鲜文明化了以后先进化了以后又有核武器，那台湾也有核武器。你想一下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北有朝鲜俄罗斯，南有台湾，中共它等于说是四面都被核弹包围了。那你觉得到那个时候中共还能嚣张得起来吗？那朝鲜和台湾这种小岛国他是不怕呀，对不对？他虽然不拿核弹打别人，但是他破罐子破摔同归于尽的本事还是有的嘛。你让他拿核武器去射美国，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那面具人，我之前也在群里面和人聊天的时候聊到过一个事情啊，川普现在的一线生机就是煽动民粹，学当年雷根开启冷战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被枪击了嘛，对吧？被刺杀。再看看罗斯福的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把内部矛盾转化为民粹，枪口调转对外。你想一下，雷根那场戏演得真好啊，对不对？雷根他自己是个演员，刚好凑巧了，刺杀他的人也是个演员。况且呢，你再看刺杀他的那个小伙子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也没有被重判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一方面体现了雷根的皇恩浩荡，一方面又体现了雷根不怕死的英雄精神，顺便呢把内部矛盾转化为了民粹，转变成了外部矛盾。那美国现在的状态是很危险的，日益萎缩的经济，民众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扩大，互相之间的信任也在崩溃，人民对政府的阶级矛盾和信任也崩溃了。那阶级的仇恨也在增加，再加上中共肯定派间谍在煽动民族对立，煽动阶级对立。中共现在就跟你玩的是自残游戏，两个人咱们现在中国和美国来比放血，看谁先受不了失血过多挂掉。但是中共有14亿韭菜源源不断的给输血呀，美国不行呀。美国甚至有可能各个州反对党还在互相批评，然后呢，中共在利用间谍渗透收买对方的政府官员和反对党，暗中操控他们的行为。那共产党可以动用国家一切的资金和力量收买对方国家所有的重要商人，那这些效应都是会互相形成连锁反应，最后螺旋升天的。美国现在的状态真的是不容乐观。我这样给你们讲完了，你们对世界的真相能看明白了一些吗？这个世界的政治还是不是你从大外宣那里面了解到的？美国无敌，朝鲜脑残，共产党傻子白痴弱智，天灭中共，共产党自己就把自己玩死了，还是不是这个样子？当然了，美国能发展到今天自己快把自己玩死的地步，你们可以参考民国。中共的笔杆子大外宣的策略还是很有用的，它就是通过各种的这种政客呀、商人呀、文人呀来去麻痹对方的社会来去麻痹群众，让你在忽悠当中让你觉得中共傻逼当中，中共就闷声发大财我给你们留下一句话，你们自己品味。朝鲜金正恩坏呀，你们都应该制裁金家王朝你们别人都不能和朝鲜搞友好，只有我中共可以和朝鲜搞友好的然后面具人，我告诉你中共在鼓足了大外宣的劲儿，去使劲抹黑朝鲜。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讲的有用的话，刚好我也配了这个英文字幕，可以发给美国人看一看，也可以转发一下。如果大家想继续关注面具人我的节目，欢迎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不怕错过面具人我每一期节目。如果想要联系面具人，可以看视频的内容简介，给我发邮件或者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组那么面具人的油管官方会员频道开通了，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关于心理学、政治判断、厚黑学、家庭教育类的节目，欢迎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我的会员频道。本月是开放月，开放月过去了以后，有些视频你就只能在会员频道看到了，并且你的会员的支持，我也会真金白银的用于做一些慈善那还有已经加入了疯狂面具、宁静面具的会员的朋友赶紧给我留言，你留言我就能看到了，方便加入会员的专属群组。因为你加入了会员，你就可以得到这些可爱好看的面具人专属头像，大家都能看到的。那好，我们下期再见。